也擅长社交。对，漂亮，漂亮！哎呦，阿加萨的额头什么时候开的？注意看，少林武僧总教头勇闯国际擂台，一记暴力飞膝，居然击碎了印度高手的头盖骨。老外当场跪在少林武僧面前，大喊：“好汉饶命！”这位少林弟子就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得道高僧谢维。谢维自幼酷爱中华传统武术和舞枪弄棒，还未成年就拜入少林寺门下，潜心刻苦训练，当一名少林武僧。不过，由于谢维的性格与扎实的武术基础，特被少林老方丈提拔为少林武僧总教头。转战综合格斗之后的谢维越战越勇，连战连捷，成功拿下了15战12胜3负的职业战绩。本次与谢维对战的老外正是印度排名第2的柔术冠军阿加萨。此人身材壮硕，柔术了得，成功在格斗选拔赛从130位印度高手中脱颖而出，拿到了冠军头衔。这场比赛，一位是战力强悍的少林武僧总教头，另一位则是身经百战的柔术冠军，故此这场比赛可谓是中印对抗赛中最经典的战役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谢维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比赛开始之后，阿加萨明显也知道战力上不是谢维的对手，随即主动蹦蹦跳跳与谢维来开安全距离进行试探，顺便寻找下前抱摔的好机会。果不其然，还没蹦跶3秒钟，阿加萨便使出了自己最擅长的下前抱摔。奈何谢维为了这场比赛可是足足训练了8个月的防抱摔，故此阿加萨小小的抱摔动作很难撼动少林武僧谢维。对，太明显了。不过谢维呢也擅长摔跤。对，漂亮，打跟进。刚才那一拳把对谢维不愧是战力上的实力选手，阿加萨2次的抱摔都没有将谢维邀请到地面缠斗。只见阿加萨犹如狗屁膏药，死死搂住谢维的大腿不松手，就算自己的光头上吃到多次重拳暴击阿加萨还不肯放弃。小编也由此推断出，之前败给阿加萨的选手并不是打不过，而是彻底被这种死缠烂打的战术打法给折磨的被迫投降。没有打这个不合法的位置。哦，厉害！要真得说阿加萨的一个摔跤能力是很棒啊，这是一个大外翼动作。哎，而且谢维的话，现在在下位很难和对方呢打成误开，重新回到站立姿态。是，谢维这下要防住，不要那么容易被对方再次带进地面，把背顶向笼边。阿加萨呢，他不只是传统的我们说古典跤、自由跤的这种选手，他的柔道的这种技术，我们刚才也能感觉到。是，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柔道选手，加上一个摔跤好手。这场比赛摔跤选手间的较量好看了。挺有意思。不死心的阿加萨使出了自己吃奶的力气，将谢维给摔倒。好在谢维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力，不仅挡住了阿加萨的一些地面小动作，甚至起身之后还要对阿加萨展开反击。如果说在地面上可能谢维会有些紧张忌惮心理，一旦来到站立上，谢维就敢出手抱走对手。其实很难逃，而且不会在瞬间当中去反映这个交感。是，这个是我们说柔术选手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，交感。场边也在提醒谢维尽量先把阿加萨的手给打开，把胳膊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，把腿呢先沉下来以后，再跟对方去角力。Action！ 阿加萨瞬间的一个重心下沉，再次放力，谢维坐在阿加萨身上，哇，再转过来。刚才的这下逃的动作非常高级，没错，漂亮。比赛进行到现在，谢维打出了好多次的精准打击，为自己扩大比分优势，并且为了拿下胜利，谢维还在持续的逼近内围实施压制。反观阿加萨这家伙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魔怔了，还是对自己特别自信，来回游走的同时，眼神还盯着谢维的下盘，只要机会合适，便会频繁施展下前抱摔。但是阿加萨呢，在过去的1分半钟的时间，可以说耗费了很多的体能啊，打得也很辛苦。没想到他觉得自己很能摔了，碰到一个对手防摔这么厉害。谢维今天呢可以不摔你阿加萨，但是你阿加萨肯定没那么容易摔倒我。就是哪怕摔倒我呢，你也很难通过那次摔倒后续展开更多的进攻。没错，我们还是说摔呢是这个在综合格斗赛事当中是进攻的发起，它不是进攻的终结。
你靠摔把对方给摔赢了啊，这个是做不到的。此时阿加萨可算是颜面尽失，自己在战力上不是谢维的对手可以理解，但是怎么来到地面之后还会被谢维暴走针对，这要传出去还以为自己的柔术冠军是买来的。随即阿加萨开始改变战术打法，迅速起身跟谢维打距离拉扯，绝对不能让中国选手把自己当软柿子捏。优势，根据你这个优势做出我的比赛策略。谢维这场比赛赛前肯定是从一个摔跤手的角度来思考这个比赛，他的对手可能会怎么打。是，必须要说前面的这个4分多钟时间是非常高水平、非常绚烂的4分多钟，没错，两个人都有很好的表现，两个人有着很出色的交感，而且呢，在比赛当中也运用的相当成熟。先拿腋下，先拿腋下，不要急。30秒钟的时间，谢维一边的腋下呢被阿加萨给抄起，好的，好的。经过Conor 的指挥呢，也是避免在龙边和对手过多的纠缠，通过膝撞重新回到圆龙的中央。接下来的下一回合，谢维可以考虑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谢维不愧拥有少林武僧总教头称号，来回快速的移动步伐给阿加萨带来了许多对峙压力。被逼无奈的阿加萨只好打出组合拳跟谢维正面硬刚。大家都知道，谢维可是学习过10年少林传统武术的少林弟子，自然站立拼拳可是谢维的强势位置。阿加萨敢反其道而行之，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比赛麻烦。如果能够加强一些站立的比重，或者说在对方做下潜抱摔的瞬间做一些提膝的正面迎击的话，那可能谢维会能够将对方击倒在地，甚至补拳了。是，谢维啊，少林武僧啊，在少林寺真的练了4年啊，少林武校，14岁学到18岁。谢维又换了一个反架，不错，转身后蹬。这场比赛的话，谢维应该不会去主动去摔阿加萨。第2回合还剩下3分钟的时间，3分钟的时间，这个回合阿加萨，漂亮！阿加萨减少了自己下潜抱摔的尝试。该说不说，谢维今天的战术打法可谓是攻守兼备，不管是站立式拼拳还是地面防抱摔训练，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阿加萨也明白实力悬殊，只好再次赌上被 KO 的风险，施展下潜抱摔，结果还是被谢维精准的给格挡住。如果比赛还是这么持续发展下去，不用谢维出手，阿加萨便会将自己的体力给消耗殆尽。也关注着对方的动态。这场比赛，谢维的备战肯定是和梁辉一起完成的，因为他的这个对手和梁辉的身形来看有点相像，啊。梁辉只要多做一些主动的抱摔去试探谢维，其实日复一日这么训练下来的话，对他打这场比赛是很有帮助的。当然，就是梁辉的这个体重级别呢，比对面要轻一个级别啊。是，梁辉是草量级下一个级别，梁辉应该是63、64啊，阿加萨呢差不多67。还有2分钟的时间，这一回合来看的话，谢维还没有在拳头上面占到多少便宜。这次抢到了谢维的一边单腿，漂亮！这回是把谢维带进地面了，但是重新起身，谢维那下的反应也非常的迅速。阿加萨呢是抢到谢维的一边腿，接下来他可能要沉低重心把谢维。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10分钟，阿加萨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下潜抱摔都没能得逞，这下可把阿加萨气得不轻，直接将谢维顶在擂台边缘疯狂挤压。看这副架势不死不休，必须要将谢维给按倒在地，证明一下自己。奈何谢维宁死不屈，坚决不给对手来到地面的机会。得亏有裁判在场，才将双方拉开，重新回到站立，否则双方频繁僵持不下，也无法向观众们交代。
我们说这当权也好啊，没错。阿加萨呢，可以说他的战术目的很明确，当然也可以说他比赛当中的一些计划太单一。是啊，终于等到台裁的介入，30秒。谢维争取打出几拳，有说服力的进攻，这下的话能够让第2回合把裁判判给自己啊。虽然说我们是按照整场比赛来裁定的，但是一些关键的场次和回合还是会被裁判所记住。是，漂亮漂亮啊！提膝漂亮，对面闪的也精彩。哎，我感觉阿加萨是要做下潜抱摔。阿加萨的额头什么时候开的？开了一道好大的空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谢维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谢维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